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中国教育。记得去年我看了日本电影海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前，来自农村的男青年平田一郎，因为家境贫穷，不得已去了海军学校读书。在海军学校高压和专制的管理模式下，平田残存的自由思想一点点被消灭。他放弃了原先关心国内政治的想法，最终成为了一名忠诚的海军军官。他的好友、老师和同学一个接一个死在战场上。本来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刻画了一个被军国主义扭曲的青年的心路历程。结果我上网看了一下影评，感觉非常意外。很多人反而认为平田是一个成功案例，理由是如果他没有去海军学校读书，最后也没什么前途。正是海军学校给了他出人头地、向上爬的机会，让他成为了一个高级军官。虽然平田最后大概率也会死在战场上，但好歹曾经辉煌过。所以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励志故事。影片里有一段讲到，战争后期已经是军官的平田婉拒了同村地主家女儿的求婚。在我看来，这个情节的意义是想表明平田已经感觉到大势已去，自己随时可能战死，不愿让女人再承受痛苦了。但有很多人却认为，这是因为平田已经摆脱了原来的阶级身份，看不上曾经高于自己的地主家女儿了。很多人还根据平田的职务，计算他在当时的日本应该配得上什么样的女人，口气和那些替子女相亲的大妈们一模一样。这些解读让我非常意外，但也让我有一种熟悉感。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中国式励志叙事。中国人从小耳熟能详的许多励志故事，大体上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底层崇拜，主人公起初活得非常惨，充满了耻辱、仇恨和痛苦，但这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而且底层的经历还赋予了他一种道德上的合法性，也就是因为我早年受辱，所以后来我翻身了，干什么都是正义的。二是主人公的远大志向与权力秩序是完全重合的。表面上，中国社会提倡的是儒家式的人格，强调奉献和牺牲，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导向的却是法家式的人格，也就是对等级秩序无反思的认同，把向上爬当作励志的标准。在这种励志叙事看来，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你在世俗序列中的位次，它决定了你的婚姻、人际关系、幸福程度和死后的评价。至于个体的精神性的追求，那些超出生理欲望层面的理想、愿望，都是无意义的，甚至是成功的障碍。在中国的史书里，为了刻画一个人有宏大志向，往往会讲到他在年轻时的豪言壮语，以此暗示他未来的成功。比如刘邦看到过秦始皇的车驾，羡慕地说道：“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的谋士陈平早年家里贫困，有一次在村里给众人分肉，众人都夸他分得公平。陈平感慨，如果将来我统治天下，也会像分肉一样分得公平。刘备年少时也说过，将来一定要乘坐鱼宝盖车，也就是天子的车驾。最有名的励志故事应该是勾践的卧薪尝胆，千百年来无数人去歌颂和赞美这个故事。比如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就曾写下著名的自勉联：苦心忍，天不负，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今天中国的很多高中还在以这句话作为激励学生的案例。毛泽东早年的豪言壮语就更多了，比如在致理锦西信中就畅想，中国要有一个有大气量的人，从根本上改造和变换全国人的思想，思想一旦统一，这样的国家就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你仔细读一读这些话语，就会发现他们的豪情壮志、远大抱负，不论表面上声称的动机是如何的高尚且美好，比如要拯救苍生、救国救民，但本身都是与世俗权力紧密绑定的。比如毛泽东的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人之思想，这样的理想如果没有巨大的强制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中国式的励志故事里，这样的故事却是绝对的主流。中国式的远大志向总是离不开强烈的权力欲，当然这里的权力
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狭义的政治权利，而是广义上的支配和控制。争夺权力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这与商业和知识上的创新不同。商业贸易可以为双方创造价值，知识上的进步也能够拓宽双方认知的边界，但权力是不可分享、不可分割的。对权力的争夺也往往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不过在中国社会，追求权力的那种志向往往更容易获得认同。中国式励志故事往往隐藏着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一个婴儿曾经遭受了来自世界的恶意，他心里积累了满满的仇恨，于是他决心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一个更恶的人，最终向全世界倾泻自己的恶意，成功地实现了报复社会的念头。比如越王勾践为了一雪前耻，采取的是更没有底线的手段。勾践将越国变成了一个全民皆兵的军营，为了打败吴国，不惜制造大饥荒，为了防止士兵跑路，将士兵的家属扣为人质。勾践还开创了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军纪制度。勾践自己的猜忌心也很重，成功后将妻子和大臣纷纷逼死。当然，这些操作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算是司空见惯了，但在多少还有点底线的春秋时期，勾践的总体战思路还是大大拉低了文明水平的。西汉时期的主父偃早年家境贫困，周围人都不待见他，因为一个意外的机会，他受到了汉武帝的接见并获得赏识。于是主父偃四处揭发大臣，充当汉武帝的打手。一时间人人自危，大臣们纷纷贿赂主父偃。有人说他过于横行霸道，但主父偃却说，早年时兄弟们不肯收留我，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朋友也抛弃我，穷困的日子太久了，大丈夫活着不能猎五鼎而食，那么死的时候就被五鼎烹煮。我已经到了暮年，所以要倒行逆施。当然，主父偃在历史上的评价很差，但仔细想想，他和勾践的心理状态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古往今来的那些逆袭翻身的独裁者也大多如此，比如朱元璋、秦始皇、黄巢、洪秀全，国外有斯大林、萨达姆、卡扎菲等等，他们或是出身底层，或是早期有过非常艰苦的经历，而且掌权后伤害最多的就是普通人。所谓农民领袖反农民，出身农民的朱元璋、张献忠等人，对农民的控制和仇视也是最狠的。但人们却容易崇拜他们，并且对他们残暴的行为表示大度和理解，因为他们在情感上是互相认同的。皇帝实现了他们内心中那种原始的全能幻想，使他们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将那种怒气释放出去。中国式的励志叙事认为，一个人出身的寒微和后来掌握的权力如果形成越大的反差，就越说明这个人身上有某种神圣和正义的东西，这个人肯定是代表着底层人民利益的，因此后来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大家好。这种叙事崇拜的是抽象的阶级流动性，哪怕这种流动性靠的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也是值得向往的。比如中文互联网上长期流行着对秦国的美化，认为秦国的变法是为了给秦国人以阶级流动的通道，他们把搞军功爵位制度的秦国想象成一个赏罚分明，普通人只要努力就能不断上升的理想社会。当然这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他们认为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底层民众对六国贵族的革命。总之，历史是在杀人中进步的，杀得越多，自己的上升机会就越大，哪怕自己也是受害者，但只要能往上爬就赢了。在网上对中国应试教育的赞美声音中，最典型的一种观点，就是把衡水模式说成是落后地区对抗大城市，实现阶级流动的唯一通道。只要能有朝一日能去城里拱白菜，今天受再多苦也是值得的。这些都可以视为中国式励志叙事的产物。那么这种叙事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历史上，随着专制程度的加深，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宋代以后，大量游民涌入城市，并催生了种种通俗文学。其中最为流行的题材之一便是变态发迹的故事。这里的变态不是指人的心理变态，而是德智
显贵的意思。经典的模式是这样的，主人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市井之徒，因为投机钻营而获得掌权者的赏识，从此官运亨通，衣锦还乡，一雪前耻，甚至当上皇帝。明代的白话小说集《醒世恒言》有一篇，写流浪汉郑信穷困潦倒之际，在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得到王员外的救助而活下来，后来又得到神助立下军功，最后荣升两川节度使。这样的故事在当时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受众，说明它戳中了最广大群众内心深处的无权力感，并且提供了一种全能幻想的出口。随着宋代后皇权对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垄断程度的加深，人们所能自由生长的空间日益缩小。市场经济和法治的缺失，使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陷入零和博弈的状态，一个人的获益总要以另一个人的被剥夺为代价，人与人之间就不得不以更加恶性的互害相处，而这种互害则进一步剥夺了其他人生存资源，迫使更多的人卷入其中。中国式的励志叙事以及对人的价值和精神性的漠视，正是这种大环境的产物。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创伤，而且往往会在亲子之间传承下来。即使一个人在物理上远离了那种互害的社会环境，但他破碎的内心世界却未必能重新建立起来。2022年，我曾经发了2期视频，讲的是中国社会的代际创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波兰学者克拉科夫斯基曾经说过，极权主义用仇恨毒害人类的心智，在仇恨中，人变得更加自我中心，成了一个被原子式的隔绝起来的自我，因此活在仇恨中就是活在死亡里。中国式的励志故事其实也是这样，它破坏了一个人与他人建立深层链接和信任的可能，也否定了一个人自己本身存在的价值。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是会对产生各种各样忧虑，而各个民族的宗教都会对人的精神痛苦提出一套救赎方案。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独立于世俗权力和政治之外的价值体系，人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这与世俗政治权力的行使是分隔开的，使个人能够从世俗秩序中暂时退出来。如果他在世俗社会中遭遇失败，他还可以从宗教、艺术、哲学中寻求肯定个人价值的资源，并同样能获得他人的承认。但在政教合一的中国社会没有这种选项。在中国式过年为何让人如此窒息这期视频里，我们曾经讨论过中国人过年时的焦虑感为什么如此强烈。而中国式的励志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承担着宗教的职能，为中国人的精神困境提供某种救赎的方案。如果你有无价值感，你还可以通过更加卷、更加认同这些外在标准的方式来克服。当然，这种方案本身是不可能成功的。救赎本身是一个宗教概念，但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语言来表达，那么我认为它的基本含义就是使人的灵魂摆脱黑暗。所谓的黑暗就是指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糊里糊涂、浑浑噩噩、无反思的生活，任由本能驱使自己。要摆脱这些东西，唯有凭借强大的自我来组织内心，去重构那些外在的习俗、观念和标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和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